佳明大学毕业之后就到深圳创业，可惜创业失败，而且欠下巨债。前路茫茫的他到处旅行，一方面调节心情，一方面思考下一步的去向。今天他来到一个18线城市，一个很荒凉的山头。当地人传说，这里以前是乱葬岗，邪气十足，所以一般当地人都不会来这里。佳明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，加上长期在大城市生活，所以对于这些怪力乱神都不大相信。毕竟在大城市生活，见的最多的是害人的套路，比妖魔鬼怪更加真实。但这天佳明走着走着，竟然迷了路，手机没有信号，导航也失灵了。到了晚上，还下起大雨来。佳明原本就没打算在山中过夜，所以也没有带露营工具什么的，一下子十分狼狈。佳明走着走着，竟然见到前面有一间别墅，而且里面更有灯光。身为创业者的佳明也不害羞，厚着面皮向主人求助，希望有个地方能够躲雨。佳明按了按门钟，不久门打开了，开门的竟然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。你好，我叫佳明，我是来旅游的，但是我迷路了，能不能让我在这里避一避雨？没有问题，你进来吧。我叫小倩，从这里要回到马路是要走很远的。我看你还是在这里住一晚，明天才走吧。佳明原本是打算支付今晚的留宿费的，但小倩却无论如何不肯收。如果是一般男人受到美女邀请免费留宿，一定会想入非非，甚至期待会有一场艳遇。不过佳明刚刚创业失败，饱受社会的毒打，深知社会有层出不穷的套路。当听到可以免费留宿时，佳明忍不住想起了免费的才是最贵的这句说话，不由得警惕了起来。正当佳明想睡觉的时候，小倩却走进了他的房间，说想和他聊天。聊着聊着，小倩竟然就想引诱佳明发生关系。由于佳明一直保持住警惕，加上他亦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不是人见人爱的帅哥，所以就怀疑小倩背后有什么阴谋。在深圳这地方打滚多年，佳明很清楚什么叫色字头上一把刀。可能刚刚开始脱衣服，就会有机灵大汉破门而入，问佳明为什么搞他的老婆，又或者刚脱衣服，美女就会大叫强奸，然后就冲进几个假扮的警察，再不然就是这个房间安装了摄像镜头，春宵之后就会有人叫他付钱赎回这些成人电影。总之，佳明斩钉截铁、认真严肃地拒绝了小倩的要求，并且说：我可以支付住宿费，但只可以付钱，不可以肉偿。如果你不能接受，我也可以立即离开这里。小倩受到拒绝之后，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和颜悦色地对佳明说：你是一个好人，我不想害你。天亮之后，你就赶紧离开这个山头吧。见到小倩冷静下来，也不似有下一步动作，这时候佳明也好奇了，就问小倩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可能你不相信，但我真的不是人，是这个山头乱葬岗中其中一只孤魂野鬼，受到树妖姥姥操纵。遇到有男人走入这个山头时，我就引诱他和我亲热，成功之后就可以吸取他的阳气，自己吸收一小部分，其余上交给姥姥。被我们吸进阳气的男人就会死在这山上，所以这个山头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进来了。那你现在放过我，你会受到惩罚吗？没事的，我们这些山精妖怪孤魂野鬼都受到天地法则所限制，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。例如树妖姥姥虽然法力高强，但她不能主动伤害人类，而除非人类自愿与我们这些孤魂野鬼发生关系，否则我们也不能吸取你们的阳气。你明天一早就离开这里吧，我也要走了。呀，等一等，我想问一问，你们吸男人阳气时可以控制力度吗？可不可以只吸一点，而不是完全吸尽呢？
可以是可以，若只吸一点的话，男人就只会觉得有一点疲累，而不会伤及性命。不过难得有男人送上门，我们从来都是痛下杀手的。听到这里，佳明想到一个主意，于是就叫小倩安排她和姥姥见一见面。姥姥是一只千年树妖，听到有不知死活的小伙子要见她，也感觉十分有趣。姥姥对佳明说：“小伙子，你就不怕我把你吃了吗？”我相信你把我视为合作伙伴，会比把我视为食物更有价值。正如人类不会杀死会生蛋的鸡，你一定不会伤害我。你看起来这么普通，为何有这样的自信呢？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你先告诉我，在过去100年，你总共吸了多少个男人的阳气呢？多的时候每个月都有1-2个，少的时候1年也没有1个。过去10年来，就只有你一个够胆走进来。我有个方法，可以令你每个月能吸取100个男人的阳气，你要听听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就算你告诉别人这里有黄金，当第一批人死在山上之后，也不会有第二批人进来了。用你的方法当然不行，用我的方法，你和孤魂野鬼们都可以吸阳气息到饱。第二天，佳明就回到市区，问银行，问亲戚，问朋友借了钱，再办好各种相关手续，最终在姥姥所在的山头经营一间度假酒店，叫地上天堂。不过度假酒店只是挂起的羊头，而真正要卖的狗肉，则是由孤魂野鬼提供的特殊服务。由于孤魂野鬼都通晓变化之术，要多美有多美，甚至高仿外国女明星也是轻而易举。佳明凭着他做生意时积累的人脉做推广，加上孤魂野鬼们的服务太完美，很快就吸引到全国各地的狼友蜂拥而来，令到酒店的生意十分火爆。白天的时候，这间酒店就是一间设备齐全的度假酒店，但是一到晚上，每个房间都成为男人天堂。孤魂野鬼每次服务完男人之后，都只吸一点点的阳气，男人第二天醒来也不觉得有什么异样。虽然每次只吸一点点，但每晚来到酒店的男人实在太多，树妖姥姥和每个孤魂野鬼都真正富起来了。尤其是树妖姥姥，她现在每个月吸到的阳气比过去100年还要多，令她修为大增，终于修出了人形。偶尔亦会亲自下场，为顾客提供服务。间中亦会有警察或者记者想来一探究竟，但他们一来到这座山，就会被树妖姥姥察觉，结果他们看到的是这间酒店一个女人都没有，连清洁工都是男的。而佳明早早就把所有新旧欠债都还清了，在树妖姥姥介绍之下，把地上天堂开到了全国各地，踏上了事业巅峰。树妖姥姥也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大道并不是打打杀杀，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良性互动。